里，美籍华裔女性，是这次呢我们几个目标当中呢最有名，同时也是最神秘的一位。我们来看一下，14岁呢就被 Vogue 美国版呢评选为最有潜力的新人设计师，并且呢是受邀在大都会博物馆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设计展。15年就成立了高级定制品牌凯瑞里。那它的这个品牌呢是经常受到各大名流的邀请来给他们度身定制。紧接着15年底的时候，又跟快时尚公司联手推出了 KL 合作系列。那在这里呢，我要特别为各位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，同样也是一上市就被疯抢了。但是呢，他的个性非常的低调，从来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，而且呢，连自己的秀场都很少露面的。那我们这次呢，也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，仅仅就找到了一张照片。董事长，凯瑞里从今年开始就没有什么消息了，几个社交账号都停止了更新，我就担心，怎么请不到他呀？而且，就算最后我们能够请得到他的话，估计也得大费周折。那我们 NewFace 这个平台这里未必能够等得起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同时接触了另外几位，也都是业界比较知名的设计师。就是凯瑞里，我们要的人，当然必须是最好的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他要多少钱？这个，董事长，我觉得钱倒不是问题。凯瑞里架子很大，平时受邀的都是各大服装周。这样，以我的名义给他发邮件，我亲自邀请，无论是酬金还是宣传，一切都要满足他的条件。再开一个盛大的签约发布会，以我们盛虹在国内的地位，我就不信他会请不来。好的，董事长。拿去好好看看吧。周董，凯瑞丽的作品我去年有幸在纽约时装周上见过，确实很有才华。我记得他当时是签约在一个大品牌旗下，请问盛虹是如何打动他的呢？这次合作是我亲自发出的邀请。是您亲自发出的邀请？是的，我们盛虹一直求才若渴，非常重视人才。凯润的设计才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当然，他对我们运营的 NewFace 平台也非常感兴趣。所以，我们这次的合作是水到渠成。你好，那关于合作条件，您方便透露一下吗？我们在邮件沟通时，我就告诉他，你可以提出任何条件，我们尽量满足。凯瑞里随后提出了几项与他的才华完全匹配的条件，我当时就答应了。当然，太多的细节就不便透露了。各位，凯瑞里已经来到了现场。让我们欢迎他吧。
难道他就是开瑞里？原来他不是姓李，他姓黎呀！闹了半天是黎特助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是他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董事长，很感谢你对我的邀请，我很荣幸。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董事长。李晏殊，顾太太，你何必这么生气呢？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全要仰仗你当年对我的赞助啊！你竟敢得了便宜还卖乖！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喜欢你。但是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，您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您的合作伙伴，这很不专业。好心提醒你一句，我们这次的合约签得比较严谨，你要是再随随便便毁约，那我只能感谢你帮我发家致富了。另外，出于对你主动邀请我合作的事情表示感谢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儿。什么事？我现在不喜欢顾景云了，所以你也可以大可放心。没错，你根本不是喜欢她，你喜欢的只是盛虹女主人这个头衔，看中了她的家世背景。发展。顾太太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愤怒，但是这都没有意义呀。如果你是盛虹合格的女主人，那你就应该知道，以 New Face 目前的局面，当务之急就是放下对我的成见，换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我和我们的合作。反之，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，为了私人恩怨罔顾公司利益，
那你连经商的资格都没有，还不如早点退休，退位让权吧。你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！玛丽特助又回来了，真的？他就是 Karen 李。真的呀？Karen 小姐好，李特助好。你怎么还叫她李特助啊？不然呢？像你一样叫 Karen 小姐，那样谄媚。这怎么能叫谄媚呢？就是谄媚。